虽然我知道一讲慈济很多奇怪的留言会跑出来，但这确实人家有钱是干好事吧？不然你看看整天上新闻的那些酒驾富二代在搞什么东西？当然有一些状况啦，但你不可否认嘛。讲这个我要说一下，就是高雄之前有发生一个火灾，在盐城区那个叫什么大楼忘了，反正我去看了就很老的大楼，地上权的大楼那烧起来，然后我就跑去看。那我跑去看的时候，人已经救完了那云梯车啊或什么就下来，然后哇，真的是消防弟兄身上冒烟呢，好恐怖然后坐在路边，矿泉水就这样浇，好恐怖那个矿泉水哪里来的？看起来矿泉水还是冰的慈济，我靠，动作这么快了吗？慈济是怎样在对面的骑楼就直接拉，也不是要封锁线，反正他拉一个布条，然后摆那个折叠桌，全部摆满矿泉水跟冰桶跟什么随便那个消防弟兄你要你就拿，然后就在旁边看，动作真的很快啊那像我这吃瓜乡民，我去看而已你看人家慈济不只去看，那个物资都准备的好好的，然后真的就是慈济制服，好厉害，真的是好厉害。少林寺商业帝国崩塌，少林寺 CEO， 少林寺还有 CEO 这个少林寺 CEO 释永信被查，市产600亿，带来市场多大震撼？政府该怎么借镜？先说结论少林寺把自己当成企业在做，的确取得了许多不菲的成绩，很值得作为未来的参考范本。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少林寺的 CEO 被抓去关了这次来聊一个谁有这个本事抓他这么好抓吗？说降龙18掌这种出来了。好了，那标题我念一下少林寺 CEO 释永信被调查佛门商业化背后的争议与代价。那内容是这样，就是中国嵩山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被抓，这是正版的正版少林寺对，就是你想的那个天下武功出少林的少林寺。那指控是他侵占市产，说有7名情妇，哇，这个7名情妇星期一、星期二一直到礼拜天哇，然后跟21名私生子这样，佛门中人呢。那现在中国的佛教协会已经宣布要注销他的度牒如果类比的话，就是等于说直接把公务员的资格拔掉这样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个释永信有多猛，怎么干出这个商业帝国的。就以前少林寺只是一个这是跟房地产有关你先听我讲我现在没有突然要扯到什么外面什么外星人那边去。好，那个少林寺以前就是一个古迹，就破败的小庙，真的真的那这个释永信也是赌对人生走大运这样，里面的僧人就是苦行啊，就是清汤寡水这样啊，不会饿死啊，靠化缘啊什么的也是苦哈哈的。可是释永信接手以后就积极的对外发展，然后把很多东西都商业化，武术交流海外武术班就是你可以去学那个少林寺正牌的班，像夏令营这种东西，然后海外巡演一团一团的出去去一团的话都是好几万美金这样，然后到注册公司啊 IP 授权啊这些都有做。例如2008年的时候成立了少林无形资产管理公司，然后先后投资了16间公司，总投资额达到8000万人民币，这很夸张这已经比很多专门搞投资的公司都还要巨大的这个金额。然后少林还开淘宝店正版少林厂家直售，这是原厂的呢那卖一些练功服跟文创商品，这样一些秘籍吧，我不知道。那所以他真的是把少林寺就做成一个企业来经营，那最后成绩这样非常的好，总市值大概在人民币375亿到600亿之间这个换到台币都是1000亿了。那年营收超过人民币10亿元这只是推估再来你要知道，少林寺也搞房地产，这个我们房地产频道嘛，所以还是要讨论一下这个他们怎么做房地产的那少林寺真的是做了哪些事情然后被大家发现。来，第一个，大规模整合跟环境开发，就少林寺变成跟地方政府合作，整顿当地的民宅跟商业设施，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就是中国版的都更了，然后整区重盖这个做法也让当地的房地产暴涨那至于涨多少没有更详细的官方数字，但很确定的是每次的土地交易都高于远高于当地的平均值。第二个是尝试与建商合作开发，
那个少林寺本来要跟港中旅集团合资成立公司，要怎样？要将整个松山，已经不是单单少林寺是整个松山的景区整套打包在港交所上市那募资也达10亿港元，就被全国骂全国舆论挞伐，然后就喊停这样。第三个，郑州买地，河南嘛透过河南铁松，就松山少林寺的松铁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4.52亿人民币购入郑州商业地。说法当然是什么正常财务投资嘛，那后面也是被舆论逼迫要退出这个投资案。最后你要知道，我们可以借镜吗？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松山少林寺的商业开发跟房地产做得这么成功，台湾是不是可以借镜？如果说宗教做房地产会被骂，那是不是有一些不会被骂的选项？例如说我乱讲我乱讲成品，我知道少林寺到成品有点跳痛不过就是个文化嘛成品，台湾人很喜欢成品那成品的品牌形象也非常自豪自称成品人这样那成品就是个文化产业的，在台湾来讲是巅峰了，所以它是怎样？它是有包装的机会的那我也知道成品有跟政府合作 BOT 嘛，松烟里头的松烟店跟成品行旅那就是 BOT 搞出来的。然后今年开幕的成品生活台南，也是台南市政府跟财政部的国有财产署它释出了盐埕段的国有土地，然后成品投标去盖的。但能不能搞更大例如说直接搞一个成品文化园区，然后就把一堆有的没的相关产业就可以摆进去，就变成一个新的文创产业圣地我个人认为台湾文创产业很缺这种就是很有规模经营的圣地在其他的地方就台北市最多而已像什么出版那个影展办公室电影制作等等的都拉进来那甚至可以直接做一个国家图书馆分馆之类的弄出一个类似文教特区的地方，可是是民间企业带头，那这样当然可以引入大量的人口去救一些本来就快死的重划区嘛这不是没有机会的不是没有机会的这是有证据的像日本之前的鸟尾书店不就是被建商引入专门用来干嘛？拉当地的房价用的这个全球最美书店在南港那边有吧？哇，真的是很美。然后我们高雄也有，大利百货那边也有那就是很美。我不知道为什么书店要装潢的那么美，那很文青这个我就台客嘛我走进去我都对那里面的空气都让我觉得有点过敏那个太文青了，那个我受不太了。就是美是真的很美非常的好拍这样。然后当地的预售确实就创新高价，附近的建案也会拿这个来当卖点你家旁边开一个等级这么高的书店，听起来就很加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是有机会的，甚至一些建案还会推出一个叫公社，不是有什么阅览室吗？然后是怎样成品选书听起来就很厉害成品至于怎么选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把库存摆上去不知道，但是会有主题就很厉害那都是个加分项反正就是这样你既然有一个文化的基底以中国来说少林寺这个超级之强以台湾来说什么都可以端出来做一个文化代表来弄一个园区那附近人口引入也创造工作机会，那附近自然形成一个它可能不在都市里没关系它在远远的从化区然后就自成一国这样。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一个发展的方向这是可以参考的。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还有哪些品牌也适合做这类的合作呢？欢迎底下留言来猜猜看。选项 A 天下杂志，对吧？形象很好吧？天下杂志。选项 B 微秀影城，这个各种 IP 都有了，对不对？我知道还有人会专门收集那个，就电影院不是会摆一些电影的剧照、海报，然后跟一些展板就是真人的大小的那个广告板人形看板那个要撤掉的时候，还有人在收集。选项 C 丹丹汉堡，你不能说它不红吧？这个已经全台湾都知道了对丹丹汉堡园区听起来蛮厉害就这样猜猜看。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
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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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我讲2个八卦，第一个是我自己的判断然后第二个就是市场中的证据。第一个判断，我个人认为慈济慈济也是一个文化性的代表他们甚至有自己的电视台，对不对？成品还没有自己的电视台，他甚至有自己的电视台，他完全可以去搞一个慈济的一个园区，已经有了嘛？他有大学也有医院可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对附近的房价没有明显的提升。如果有慈济医院的话，可能会有相当的帮助，因为医院附近老人圣地嘛，花莲慈济那慈济慈济基金会其实家大业大，他确实也参与了很多那种公共建设合作的案例。公共建设慈济那慈济你要说他是民间业者嘛，好像也不是，对不对这是天庭来的业者吧。好，那典型的案例是什么？莫拉克风灾之后的永久屋新建案跟那个2009年88风灾以后，慈济投入多少钱26亿，配合政府在高雄三林、台南玉井、屏东高速等地去新建3座大爱村永久屋社区来安置灾民，就这样所以慈济要做出自己的慈济园区，其实他有那个实力它只是各地都有那个慈济自己的城堡精神。我没有要酸慈济虽然我知道一讲慈济很多奇怪的留言会跑出来，但这确实人家有钱是干好事吧？不然你看看整天上新闻的那些酒驾富二代在搞什么东西？当然有一些状况啦但你不可否认嘛讲这个我要说一下，就是高雄之前有发生一个火灾，在盐埕区那个叫什么大楼忘了，反正我去看了就很老的大楼，地上权的大楼那烧起来，然后我就跑去看。那我跑去看的时候人已经救完了那云梯车或什么就下来，然后哇真的是消防弟兄身上冒烟好恐怖然后坐在路边矿泉水就这样浇，好恐怖那个矿泉水哪里来的？看起来矿泉水还是冰的慈济，我靠，动作这么快了吗？慈济是怎样在对面的骑楼就直接拉，也不是要封锁线，反正拉一个布条，然后摆那个折叠桌，全部摆满矿泉水跟冰桶跟什么随便那个消防弟兄你要你就拿，然后就在旁边看，动作真的很快那像我这吃瓜乡民我去看而已你看人家慈济不只去看，那个物资都准备的好好的，然后真的就是慈济制服，好厉害，真的是好厉害慈济当然有一点奇怪的新闻嘛，但是那个就什么全台前3大地主，因为有非常多的老人家都怎样就是亡了以后就说土地要给慈济就是这样。然后慈济光是的都市传说我教授说的，反正就是说慈济光是放房地产权状就要用掉1个房间很夸张前3大地主。好，那慈济自己要搞一个园区完全可行他又有钱，他有电视台，他有医院，他又有人他又有一堆土地，说不定真的是可以搞出一个闻名世界的慈济的园区。我知道花莲有了，但是那个花莲就有点被贴标签这样，你走进去你就慈济了，没有你就是
看能不能弄个像个乐园一样的地方然后就是破圈用的，让也不是实际人去接触慈济的这样。我个人感觉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东西这个民间的证据也有有一个企业叫探佐马里探佐马里最近的新闻就是美术馆的烤肉店要收掉嘛就是这样，因为那个土地啊，地主要拿回去啊就是这样。然后他在梦时代那边，南高雄时代大道上有一间他在台南弄了一个什么探佐马里园区，对不对？这个就是我说的，你自己是形塑一个文化，然后你又有那个资金实力的话，你看你要不要搞个园区出来？就像少林寺那弄一个什么整个松山景区都快被它包起来，很厉害居然还可以打包上市柜的。那这个探佐马里这个资金实力有够，然后在台南已经成立了探佐马里的园区，可惜它就没有松山少林寺这么知名嘛，也没有台湾慈济这么知名嘛。这很有趣真的很有趣你看还有什么 IP？ 我个人认为慈济是就他手上有大量的土地他不弄慈济园区有点可惜。然后再来是那个其他我举例的选项 A 天下杂志B 微秀影城 C 丹丹汉堡都很揪都很厉害他如果弄出那什么什么园区的话，我都会想要去看不一定是游乐园就是个景区，很不错成品也是。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赖的 ID 是小老鼠HANYI汉一。